今天我们用2000多片积木零件来拼一辆长度达到惊人的54厘米的大比例复古哈雷摩托。除了超大的成品尺寸，在功能方面可以转动的车把手，4档蓄力式变速箱，4缸发动机联动，可以打开的2侧尾箱，尾箱可拆卸，前后避震回弹。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辆摩托不但使用了大量的金属喷漆零件，而且就金色零件呢，还提供了2种不同的版本，分别是这种纯金色以及颜色稍微暗一点、偏复古一点的古铜金。所以不得不说，从基本的外观方面来看，又是典型的 K 盒子家的一贯产品风格，在外观营造上从不吝啬。下面开始拼搭。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换挡相关结构，可以看到换挡杆驱动4185滑轮零件旋转，进而驱动安装在上面的2枚15459转向臂零件前后运动，并最终驱动关键的这个方形的90258旋转。而对面的相关夹持结构则确保这枚90258每次固定旋转90度。这枚90258与内部的换挡凸轮同轴，因此完成换挡的操作。那测试下来可以看到换挡操作也是比较顺畅的。此外，通过建模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变速箱主要是由换挡动力模块、换挡凸轮模块、4档变速箱以及发动机模块组成。那关于发动机，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发动机的4个气缸和对应的活塞，设计师并没有使用常见的现成的气缸和活塞零件，而是通过一些零件进行了设计和搭建。好了，那么这里来看一下这款摩托的主体框架。首先可以看到，这个模块基本没有做零件分色，虽然可以带来更好的外观呈现效果，但是找件呢会稍微麻烦一些。此外，在整个模块搭建方面，主要是由3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外圈的通过孔壁类零件以及各种连接件搭建出的外部框架，以及靠前位置的4缸发动机模块，还有靠后位置的变速箱模块。那在牢固度方面的表现可以看到确实非常的稳固，同时拿在手里呢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里可以看到车头油箱部分的弧面搭建方案，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3块科技面板，同时通过内部的十字轴连接件对每块科技面板的角度都做到了控制和固定。好了，那么经过7-8个小时，这辆复古哈雷摩托就完成了。那在外观方面，首先最明显的感受就是真的是超级的巨大，而复古哈雷的造型结合深红色、棕色以及大量的金色这样的整体配色方案，让最终的成品呈现出一种复古工艺品的感觉。细节方面，车头复古的圆形大灯，2侧的金色避震，非常夸张的加高猿猴车把，两边还挂了不知道是狼还是狗的金属吊坠。另外还可以看到这个刹车把呢也是有做搭建，不过并没有刹车线。车身中部上面宽大而圆润的油箱，后面仿皮质的棕色坐垫。那仪表盘呢则是通过贴纸进行了还原。车身靠下这里4缸发动机采用银色喷漆工艺的零件进行了搭建，而2侧非常粗壮的金色排气管从发动机内部一直延伸到车身后部，所带来的机械视觉冲击恰到好处。再看车尾，那真的是感觉不来趟摩旅都对不起这2个巨大的尾箱，夸张而又张扬。另外车尾的尾灯以及车牌呢也都做了搭建。综合来看，在外观方面可以说，除非是不喜欢这个题材，否则就目前为止，这应该是最好看的复古哈雷摩托了。那套装中提供的另外一套金属色零件，替换一下也不是很麻烦。那大家更喜欢这种纯金色还是古铜金呢？好了，那接下来看一下功能方面。首先是前后避震的回弹，那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车把可以转动，2侧尾箱可以打开或者拆下来，那这些简单的功能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接下来看一下换挡，那可以看到档位的切换是没有问题的，操作下来有一种比较解压的感觉。不过在各个档位下，后轮与发动机之间的联动都比较卡色。不过在官方的宣传页面上，包括彩盒上，也并没有介绍这个变速箱以及和后轮之间的联动功能。不过我们还是决定对这个变速箱进行一下深度的测试。那由于整个联动结构中包括2段链条，其中一段连接变速箱与发动机，另一段连接变速箱与后轮。我们这里先拆掉连接后轮的链条，然后在变速箱连接后轮的动力连接部分装入电机。
那经过测试可以看到联动是存在的，不过也存在一定的卡色的问题。那经过分析，应该是由于发动机气缸与活塞之间、链条与周围结构之间存在较大阻力，以及运动过程中发生的偶尔的零件干涉问题所导致的。好了，那么总结来看，这款超大型的复古哈雷摩托在外观方面的表现可以说是基本达到了满分的水平，除了没有刹车线以外，基本挑不出外观方面的毛病，而且2套不同的金色版本也让这款套装显得非常具有诚意。在产品定位层面，这款摩托的产品经理应该原本是希望它能够像乐高宝马摩托那样具有完整的功能表现，同时设计师也非常创新地设计出了让人耳目一新的发动机方案，而最终的成品效果则多少是给了我们一种挑战了一道超纲题却没有完全答对的那种感觉。另外还有一些拼搭注意事项呢，我们则会在后面几天整理图文版的内容，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关注一下。那最后看一下包装方面，彩盒的正面采用了一个比较复古的背景，配合成品的渲染图，在左下角标注了套装编号、年龄定位以及零件数等信息，右上角则是标注了1:5的模型比例。彩盒的背面除了对巨大的成品尺寸进行标注以外，还通过图示展示了功能设计与联动玩法。不过这里的尺寸数据是错误的，实际实物尺寸大概是长54厘米，高26厘米。打开彩盒，2111片零件一共被分成了5个零件分包，4个大步骤。拼搭手册装在一个透明的袋子里，看起来非常的薄，也是因为图示排版比较紧凑。贴纸步骤被放在了手册的最后部分，不过最后再贴并没有问题。那贴纸是有这样的一张。好了，本期评测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见。